这是一个人人觉醒兽化能力的世界，雄性兽人拥有天然强大的战斗能力，但极易精神力暴动，退化成纯兽性。唯有精神力强大的雌性，才能安抚暴动的雄性。在这个世界，我沈清面就是规矩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不是我的幼儿园宿舍啊！我加班猝死后穿成了兔族双 F 级废物，父母双亡，还有个狼族未婚夫。沈清梅，滚出来！沈清梅，我乃狼族 S 级强者，岂会娶一个双 F 级的废物？今日我与你解除婚约，从此再无瓜葛。早就该解了，双 F 级废物也敢攀附雷岩大人？沈倩可是兔族少有的 B 级资质，和雷岩大人才是天作之合。姐姐，识相点就答应吧，我如今被雷岩大人看中，很快就要和他成婚，住进狼族最豪华的婚房了。这是家族同意解除婚约的文书，签了吧。我沈清什么样的困难没克服过？就算是双 F 级废物，我也绝不能认输。可双 F 级的资质，连别人自保都做不到，怎么翻盘？兽神幼儿园系统正在激活，分10%、10%、50%、100%，激活成功。当前任务：新手任务1，3天内招收1名幼儿园新生。系统提示：完成幼儿园相关任务可提升实力，获取积分。兽神幼儿园系统开办幼儿园可是我老本行。打开新手礼包，获得营养兽奶曾10瓶。雷岩、沈倩，还有那些嘲笑我的兽人，你们等着！我沈清言定要靠着这兽神幼儿园，在这兽市逆风翻盘。兽仔幼儿园招生啦！真是笑死人了，双 F 级的废物也敢开幼儿园？滚远点儿，免得污了我的眼睛！难道兽神世界弱者就不能生存吗？哇，好可爱的小老虎！小白虎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回家啊？那我就当你愿意了。感觉有了毛孩子，现在也没那么糟糕嘛。小白，饿了吧？啊，谁啊？来了来了！难道是看到我幼儿园的传单了？哇塞，极品帅哥！你谁啊？没邀请不能进。小叔竟在这儿，想办法留我在他身边。小叔精神体竟修复了 ，SS 级雌性都没救。没做什么，就喝了瓶奶，这是幼儿园标配。这是 SS 级精神养液，你竟用来喂幼崽？幼儿园的奶都是这个标准。怎么，你家小叔要入学？沈园长求您收他入学，学费多少都行。可以，但规矩我定，不许挑食，听院长的话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幼儿园装扮卡，资质提升 SS 级。第一步，搞定战神幼崽，兽神之路从幼儿园开始。一个废物还真能招上幼崽，可笑。这力量太强大了。沈园长，从今往后，虎族愿为你安头马后，3天内我必为你推荐3名新生。风烈，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小白的。沈园长，这3位是蛟灵蛟大人、雀族雀羽大人、熊族熊壮大叔，他们听说斩绝小叔的事，带族里宝贝来想入幼儿园。各位大人欢迎。幼儿园学费1年1万星币，包吃包住，每日供应营养兽奶，专业照料幼崽的饮食和精神状态。哟，姐姐，就这破幼儿园也敢收1万星币学费？各位大人，我是 S 级金牌安抚师，专门为各族强者梳理精神力。我未婚夫是狼族 S 级强者雷岩，他名下的皇家疗养院是兽人大陆最顶级的。你们怎么能把族里宝贝交给一个双 F 级废物照顾？小雌性，你没说笑吧？我们的晚辈都不是普通兽人，精神力暴动起来，怕是能把你这只小兔子当成零食搅碎。风烈，是你骗我说你小叔在这里有所好转，我们才来的。就凭这只 F 级雌性，怎么可能让晚辈恢复？我们走吧。熊族的兽人更是直接转身就要离开，我眼前的系统面板瞬间弹出红色警告，急促的机械音响起，警告：新手任务2剩余时间不足4天，请宿主尽快完成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暗骂一声，完了，在兽市 F 级精神力的标签根本没人愿意相信我，没有奖励我就没办法升级精神力，这不是死循环吗？就在我焦头烂额之际，蛟龙族的幼崽玄幽突然指着我手里拎着的营养兽奶，奶，我要喝那个奶。蛟龙族的兽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瞳孔骤缩，瞬间失声。S 级高级精神营养液，我没看错吧？之前独角兽拍卖会，我花了30万兽币才从黑市买到1瓶，而这1瓶明显比我买的那瓶还要纯粹。
我瞬间灵机一动，举起手里的营养瘦奶，对着众人扬了扬下巴。什么精神营养液？你们说的是这个营养瘦奶？当然有，这就是我们幼儿园给幼崽长期提供的免费营养奶，1年1万寿币学费，天天管够。一句话落下，全场瞬间沸腾。俺有预感，今天要是不进这个幼儿园，俺能后悔一辈子。尊贵的雌性，我们进去看看。拜托了，沈园长，让我们的晚辈入园吧。我笑着侧身，带着众人走进院子。就在众人踏入院子的那一刻，原本破败的景象瞬间焕新。清澈见底的生命之泉汩汩流淌，枝繁叶茂的智慧古树遮天蔽日，散发着微光的规则沙坑和滑梯整齐排列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，整个院子仙气缭绕。我摸了摸鼻子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只不过我们幼儿园是新建的，可能有些简陋，还请各位家长见谅。在场的兽人全都呆立在原地，内心掀起惊涛骇浪。简陋？这哪里是简陋？这简直就是兽神宫殿。姐姐，你不会是想用这些破烂来吸引几位大人吧？他们可是兽族中的佼佼者，你让他们在这种垃圾场待着，简直就是在侮辱他们。可恶的雌性，闭嘴！熊族兽人瞬间瞪向沈倩，怒声开口：如果这是沈园长对我们的侮辱，那我想说，请尽情的侮辱我。蛟龙族兽人更是直接对着我抱拳，神情恭敬到了极致。尊贵的雌性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能否让我弟弟去生命之泉里游一圈？我保证它是干净的，绝不会偷饮您珍贵的泉水。我无所谓的摆了摆手。什么生命之泉？这就是我们幼儿园的喷泉，孩子喜欢，随时都可以去玩。玄幽瞬间眼睛一亮，扑通一声跳进了泉水里，在里面畅快地游了一圈，发出舒服的叫声。沈倩眼珠一转，突然尖声大喊，脸上满是恶毒：你们别被他骗了，我可是他亲妹妹，他有什么东西我会一清二楚，这肯定是他用劣质材料伪装的假泉水。大人们快看，蛟龙族精神力本就脆弱，现在已经被泉水侵蚀了。姐姐，你是要彻底毁了蛟龙族的未来吗？不是，我没有。我急忙辩解。可蛟龙族的兽人已经瞬间暴怒，周身气息翻涌，怒吼着就要冲上来抓住我，跪下，为你做的事付出生命的代价。雷言也上前一步，面露凶光，想要趁机发难。沈倩站在一旁煽风点火，满脸得意。大人们，沈青梅觉醒失败就结恨所有天赋出众的人，甚至用假冒的生命之泉来陷害蛟族大人，真是罪该万死。我代表兔族驱逐他出族，你们可以任意惩罚于他。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，玄幽突然从泉水里跳了出来，小短腿哒哒哒跑到我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稚嫩的脸上满是坚定。他对着蛟龙族兽人传音了几句，随即抬头看向我，语气无比认真：我要留在这儿。沈园长的泉水让我的精神力缓解了很多，我求你让我在这上幼儿园。蛟龙族兽人瞬间愣住，脸上的暴怒瞬间化为羞愧，他连忙对着我躬身道歉：沈园长，抱歉，是我错怪您了。沈倩满脸不敢置信，踉跄着后退一步，眼神里满是阴翳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内心疯狂嘶吼：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明明已经抢了他的天赋，他为什么还能崛起？为什么还能和这么多强者交好？我绝不能让他骑在我头上！就在这时，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。熊族幼崽莫婷突然在院子里打起滚来，周身精神力瞬间暴动。原本软萌的大熊猫身体瞬间暴涨，浑身散发着骇人的狂暴气息，对着周围疯狂怒吼。各族兽人纷纷后退，面露惊恐。风烈更是大喊着让我躲开。沈倩站在一旁，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。沈青梅，你死定了！熊族族长莫婷可是 SS 级精神力的强者，他精神力暴动，你离得最近，必死无疑。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我不仅没躲，反而上前一步，伸手抓住了莫婷晃悠的耳朵，猛地一甩，庞然大物般的心就这么被我轻轻松松甩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。狂暴的气息瞬间消散，莫婷变回了软萌的大熊猫幼崽，委屈巴巴地蹭着我的腿，小声呜咽。我拍了拍手，霸气侧漏。穿越前我怂的一批，但穿越后我重拳出击。在场的兽人全都看傻了，内心掀起滔天巨浪。那可是熊族族长，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杀神，竟然被我这个兔族雌性一把甩飞了。青梅，这次是你做错了，但如果你现在向我道歉，把这个幼儿园双手奉上，也许我可以代表狼族，保你扛住熊族族长的怒火。你身体强壮，和我结婚一定能生出不错的幼崽。雷言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你怎么敢？没人理会歇斯底里的沈倩。熊族、蛟龙族、朱雀族的兽人纷纷扑通一声单膝跪地，对着我抱拳躬身，神情恭敬到了极致，争先恐后的开口：沈园长，求您收下我们族长，最好能寄宿，加多少寿币都可以。沈园长，先收下我们家朱雀幼崽，他最乖了，我可是第一个跪着求您的。沈园长，玄幽都给您跪下了，您就收下他吧。系统面板再次弹出，欢快的机械音响起。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2，成功招收3名新生。奖励 S 级精神提升药剂1瓶，益兽肉每日100吨，营养兽奶每日100瓶，已放置系统空间。检测到幼儿园已具影响力，现开放系统商城，发布主线任务，请宿主努力招收新生并扩大影响力。
新生数量与影响力值将兑换成积分，供宿主商城兑换。我看着系统面板上那个标价8000万积分的神兽之盒，再看看自己手里仅有的40积分，整个人都傻了。妈耶，8000万积分，这得招800万个幼崽才行，这怎么可能？沈倩看着眼前众星捧月的我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沈青梅，这次是你运气好，下次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就拽着一脸后悔的雷言，灰溜溜的跑了。我不屑地瞥了眼他们的背影，转身抱起4个软乎乎的幼崽，挨个亲了亲，语气温柔的能掐出水来。碍眼的成年兽终于走了，快来让姐姐香香，我的小宝贝们。姐姐香香，幼崽们稚嫩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听得我心都化了。我这才发现怀里的小熊猫莫婷竟然会说话，惊喜的又拿出一瓶营养瘦奶递给她。小熊猫，你会说话呀，真可爱，姐姐给你奶奶喝，姐姐喜欢。旁边的玄幽、展觉、朱雀幼崽瞬间围了上来，一个个扒着我的胳膊撒娇要奶喝，就连一向高冷的小白虎展觉都用脑袋蹭着我的手心，看得我母爱泛滥。天色渐晚，我拍了拍手，笑着开口：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该去洗香香，然后睡觉觉了。话音刚落，原本围着我撒娇的幼崽们瞬间面露惊恐，连连后退。展觉嗖的一下躲到了桌子底下，莫婷缩成一团，把自己埋进了兽皮里。玄幽背过身假装没听见，朱雀幼崽更是拍着翅膀飞出去老远。我满脸疑惑，洗香香呀，洗澡睡觉了，你们跑什么？奇怪，我知道猫怕洗澡，难道白虎也怕？还是说幼崽容易应激？我没多想，打开系统商城，兑换了一瓶璀璨修复液。瓶子晃了晃，里面的液体散发着淡淡的金光，原本躲得远远的幼崽们瞬间眼睛亮了，齐刷刷地看了过来。前一秒还背过身的玄幽瞬间转过身，乖巧地举起小爪子。我洗，我最爱洗澡了。玄幽心想，这个雌性到底什么来头？那可是能让狂暴退化的兽人彻底恢复的至宝。我笑着把玄幽抱进木盆里，给他搓澡的时候，指尖突然摸到了硬硬的、线条流畅的腹肌。我瞬间愣住，满脸疑惑，奇怪，我刚才明明摸到了手感超好的腹肌，难道是想谈恋爱想疯了？我笑着揉了揉玄幽的脑袋，小家伙，貂族身上是鳞片，可不用这么仔细洗。玄幽身体瞬间僵硬，干巴巴的开口：谁说貂族不用洗澡的？我用，我爱洗澡。好不容易哄着玄幽洗完，我又去抱莫婷，结果刚碰到她，莫婷就发出惊恐的尖叫，拼命挣扎，熊猫爪子乱挥。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按住这个小家伙，给他洗完了澡。擦干净的莫婷委屈巴巴地窝在角落，耳朵耷拉着，看得展觉目瞪口呆。谁能想到，战场上杀伐果断的熊族族长竟然会怕洗澡？等给4个幼崽都洗完澡，我拿着吹风机给他们挨个吹毛，暖风吹拂着柔软的皮毛，4个幼崽围在我身边，舒服地眯起眼睛，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心里不约而同地想着，在弄清楚这个雌性的目的前，最好继续伪装幼崽。当然，他的手是真的很舒服。我忙完一切，拿出系统奖励的 S 级精神提升药剂，一饮而尽。甜甜的液体滑入喉咙，脑袋微微发胀，随即一股强大的精神力在我体内蔓延开来，我舒服地呼了口气。检测到幼儿园新生好感度上升，发布随机任务，请让所有新生完成一项集体活动。任务奖励：安抚之歌，可以用歌声安抚幼崽，让幼崽身心舒畅。系统任务来得正好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带着4个幼崽坐在院子的草地上，教他们做手指舞，唱着那首刻进 DNA 的儿歌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。小白虎展觉浑身僵硬地跟着比划，内心疯狂崩溃。我堂堂虎族战神，在战场上让敌手闻风丧胆，竟然要做这么雌唧唧的动作，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可唱着唱着，玄幽突然愣住了，他一边在心里暗骂沈青梅玩弄自己，一边震惊地发现自己的精神力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增长了。我笑着拿出兽皮卷轴，把幼崽们笨拙又可爱的样子画了下来。系统面板瞬间弹出提示任务完成，悠扬的安抚之歌旋律瞬间刻进了我的脑海里。小朋友们表现得太棒了。我笑着揉了揉他们的脑袋，姐姐现在给你们做好吃的，让你们尝尝来自种花家的顶级厨艺。我打开系统商城，兑换了烤肉调料和全套厨房用具，在院子里支起烤架，拿出系统发放的星空瘦肉，开始烤肉。滋滋的油脂滴落，浓郁的肉香瞬间弥漫了整个院子，勾得4个幼崽直流口水，就连心里说着我们精神力不稳，不能乱吃的幼崽们，身体都诚实地凑到了烤架旁边。就在烤肉即将出炉的时候，院子的门再次被踹开。沈倩带着一个身着紫色鲁族服饰、气场强大的中年女人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数名皇家疗养院的兽人，瞬间堵住了幼儿园的门口。姐姐，你疯了！这位可是皇家疗养院的青院长，鲁族的首领，也是 SS 级精神力的尊贵雌性，还不赶紧向院长道歉？青院长眼神冷漠地扫过整个院子，最终落在我身上，语气冰冷：兔族雌性，这院子是兔族的公产，不是你的私产，赶紧交出来！我瞬间挡在烤架前，眼神警惕，怒声回怼：我管你是谁，这是我的幼儿园，我可没有你这样胳膊肘往外拐的妹妹。而且我记得，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，这院子是我母亲单独赠送给我的私产，你别想糊弄我。
脑海中一段尘封的记忆突然闪过，我的母亲长着一双狐狸耳朵，亲手把这处院子的钥匙交到了我手里。检测到幼儿园受到巨大威胁，已自动觉醒兑换记忆碎片晶盒，发布紧急任务，守护幼儿园，完成奖励，次元完美幼儿园一座。就在亲院长身后的兽人准备动手之际，风烈带着虎族、蛟龙族、熊族、雀族的兽人瞬间赶到，齐刷刷挡在了幼儿园门口，对着亲院长一行人怒目而视。帝国律法强行侵占私有财产，雌兽贬为贱籍，雄兽发配战场。我看你们谁敢动！沈园长是我们鲛族的恩人，谁敢动他，就是与整个鲛族为敌。俺们熊族也护着沈园长。亲院长看着眼前的阵仗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他眼珠一转，目光落在了烤架上的烤肉上，突然冷声开口，字字诛心。兔族雌性，亏四位大人对你如此信任，你却意图谋害兽族天骄。这些肉里加了含有堕兽污染源的材料，不是谋害还是什么？姐姐，你竟然自甘堕落，投靠了堕兽，这下谁也救不了你了。周围的兽人瞬间面露迟疑，这股香味他们从未闻过，难道真的有问题？我瞬间怒了，拿起一块烤好的星空兽肉，塞进嘴里大口咀嚼，对着亲院长冷哼一声：什么堕兽污染源，乱七八糟的，这就是我做的烤肉。你们这个世界明明科技比我穿越前还要发达，偏偏饮食上原始至极，我只是给你们开开眼界。我话音刚落，身边的4个幼崽就纷纷拿起烤肉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吃完之后，他们周身的精神力变得更加稳定，一个个发出舒服的叫声。好吃！我之前吃的都是什么粑粑？亲院长的脸色更加难看，看着院子里的生命之泉、智慧古树，眼中满是贪婪。他冷笑一声，对着我开口：帝国规定，退役的帝国英雄享有最高规格的安抚和照料，受全体帝国公民监督。我以鲁族和皇家疗养院的名义向你发起公开审核，而你无权拒绝。沈倩得意地笑了起来。姐姐，审核一旦失败，你就无权受用这些兽人，幼儿园里的所有宝物都会被帝国没收，交给我们皇家疗养院打理。我在心里问系统：系统，审核通过了，有什么奖励？若宿主通过审核，可将发起者的疗养院合并，成为兽神幼儿园的分园，其招收的幼崽也计入宿主新生数量。我眼睛瞬间亮了，看着一脸胜券在握的亲院长，笑着开口：好，我接受你的审核。亲院长愣了一下，随即冷笑出声，只觉得我这个兔族雌性不知死活。不知死活。审核地点定在万寿广场，审核内容我提供休养者，你当众证明你有照顾安抚休养者的能力。3日之后，万寿广场人山人海，兽氏各族的兽人纷纷聚集于此，围在广场中央的擂台旁，议论纷纷。亲院长站在擂台上，身后跟着皇家疗养院的一众兽人。擂台一侧的巨大铁笼里，浑身散发着狂暴气息的前帝国元帅麒麟族唯一的 SSS 级精神力强者轩辕，正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。骇人的 SSS 级精神力威压弥漫整个广场，围观的兽人纷纷后退，面露惊恐。各位兽人同胞看好了，这是前帝国元帅轩辕，唯一的 SSS 级精神力强者，被堕兽侵染了精神核心，就连帝国3个 SS 级雌性同时出手，也没办法安抚分毫。沈清梅一个 F 级精神力的废物雌性，根本不可能做到。这场审核他必输无疑。全场哗然。就在这时，我缓步走到广场中央，我穿着系统兑换的兔族精致服饰，雪白的兔耳微微竖起，眼神坚定，没有丝毫惧色。沈清梅本来应该是我的未婚妻，如果我没有和她退婚，她一定会把这些神级道具都用在我身上，那我早就成为帝国元帅了。不应该是这样的，现在后悔晚了。沈清梅，你一个 F 级精神力的雌性，但凡进入铁笼2米范围，光是轩辕的威压都能将你冲击成傻子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姐姐，现在跪下当众给我们磕头道歉，说不定我还能看在姐妹的份上，求院长不要将你送往战场流放。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叫嚣，一步步朝着铁笼走去。铁笼里的轩辕感受到有人靠近，瞬间发出狂暴的怒吼，整个铁笼剧烈摇晃，骇人的 SSS 级精神力威压如同海啸一般朝着我席卷而来。系统兑换 SSS 级精神力体验卡，还有安抚之歌、日月之声。已兑换 SSS 级精神力体验卡，消耗500积分；已兑换安抚之歌、日月之声，消耗1000积分。淡蓝色的特效在我身上一闪而过，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在我体内流淌开来，那足以碾碎普通兽人的威压被我轻松抵挡，全场瞬间哗然。他竟然挡住了 SSS 级的威压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 F 级精神力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，他明明是 F 级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我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，走到铁笼前，对着里面狂暴的轩辕温柔地笑了笑。悠扬舒缓的歌声从我口中传出，带着强大的安抚之力，如同温柔的月光，瞬间弥漫了整个万寿广场。这就是日月之声，能安抚世间一切狂暴与痛苦。铁笼里的轩辕听到歌声的瞬间就安静了下来，他周身狂暴的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，庞大的麒麟形态慢慢缩小，最终化为一个男性形态。他看着铁笼外的我，金色的眼眸里满是化不开的温柔和爱慕。他抬手一挥，坚不可摧的玄铁牢笼瞬间碎裂。他缓步走出，走到我面前。兽氏各族听着，沈清梅是我轩辕的妻主，
他安抚了我的精神力，让我恢复如初。从今往后，谁欺辱他，就是欺辱我整个麒麟族。我轩辕必诛之。金院长和沈倩瘫软在地，满脸的惊恐和不敢置信。就在这时，4道强悍的气息冲天而起，我身边的4个幼崽瞬间恢复了成年形态。虎族战神斩绝，熊族族长莫庭，蛟龙族天骄玄幽，雀族朱雀少主。区麒麟族想跟我虎族抢雌性，先打得过我再说。先来后到，懂不懂？沈园长是先收我入园的，他是我的。蛟龙族才配得上沈园长，你麒麟族别想抢。我雀族也不会认输。全场彻底沸腾了，所有人都傻了眼。谁能想到兽神幼儿园里的4个幼崽竟然全都是兽世最顶尖的强者？我这个兔族雌性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眼前的系统面板疯狂闪烁，提示音接连不断。恭喜宿主影响力大幅度上升，积分加10万。恭喜宿主完成紧急任务，守护幼儿园，奖励次元完美幼儿园1座，已存入系统空间，宿主可任意选择锚点进行安装。皇家疗养院作为审核发起方，审核失败，按规定并入兽神幼儿园，成为分园。钦院长见势不妙，转身就想跑，却被轩辕瞬间抓住，狠狠按在了地上。公主殿下，救我！是沈青梅设计我，求您为我做主。帝国公主满脸威严地走到众人面前，她先是冷喝着处置了钦院长，揭穿了他假借皇室名义吞并疗养院的阴谋，随即走到我面前，面露歉意，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。沈园长，此次审核是清明的阴谋，对你造成的伤害和损失，我代表帝国向你道歉，帝国会给予你丰厚的补偿。我盯着帝国公主离开的背影，陷入了沉思。帝国公主这耳朵和我记忆里母亲的耳朵竟然一模一样，我心里的疑惑越来越深。没有人注意到皇宫的暗处，一场阴谋正在酝酿。妹妹，你竟然让清明被抓，还让沈青梅发现了端倪，你太没用了。姐姐，我也没想到沈青梅这么厉害，她竟然安抚了轩辕，还让5大兽族为她撑腰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18年前，父亲救下了沈青梅失忆的母亲。神秘女子的声音阴狠，镜头闪过18年前的画面。我的母亲是9尾天狐，我出生时天降异象，9尾天狐血脉正是兽世皇室的象征。他们因为贪婪毒害了我的母亲，用秘法剥离了我天生的 SSS 级血脉和天赋，分别给了公主和沈倩。沈青梅明明是 SSS 级天赋，可到了我身上却只是 SS 级，我不甘心。她现在有5大兽族为她撑腰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怕什么？神秘女子冷笑一声，眼中满是算计。现在战场混乱，堕兽激增，急需增加援手。沈青梅治好了5大兽族的战士，我们就借帝国的名义，让那些战士重返战场，消耗他们的实力。至于沈青梅，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她，她的天赋和血脉终究是我们的。公主眼前一亮，连连点头。姐姐说的对，就这么办。万寿广场上，阳光洒下，给我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光。我看着被压下去的沈倩和钦院长，心里已然有了答案。不管背后是谁在算计我，我都不会让他们得逞。我的兽神幼儿园会越开越大，我要让兽世所有的幼崽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，我要成为兽世的兽神。台下数万兽人齐齐振臂高呼，声音震彻云霄。沈园长万岁，兽神万岁！万寿广场的喧嚣散去后，我没有立刻接受帝国的补偿，而是带着轩辕和4大强者回到了兽神幼儿园。我坐在智慧古树下，指尖摩挲着那把生锈的铜钥匙，这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信物，也是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。系统打开记忆碎片晶盒，我在心里默念，我知道是时候揭开自己的身世，也该为母亲讨回公道了。淡蓝色的面板再次弹出，一个古朴的晶盒缓缓打开，碎片般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入我的脑海。18年前，我的母亲9尾天狐灵月是兽世最强大的雌性，也是皇室真正的继承人。彼时的皇室由灵月的姐姐灵犀和妹妹灵柔掌控，两人觊觎灵月的9尾血脉和 SSS 级天赋，设计陷害，用禁术剥离了刚出生的我的血脉与天赋，分别注入自己和沈倩体内。而沈倩本是灵犀收养的孤儿，只是被他们当作承载天赋的容器。原来如此，我眼眶泛红，指尖微微颤抖。青梅，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，我和5大兽族都会陪着你，帮你讨回一切，守护你想守护的一切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要抢你的天赋和婚约的，是灵犀和公主逼我的。他们说我要是不照做，就杀了我。我的眼神没有丝毫松动，却也没有赶尽杀绝。我剥夺了沈倩体内不属于她的天赋，让沈倩恢复了原本普通雌性的模样，送往兔族边境，终身不得返回帝都。解决了沈倩，我立刻联合5大兽族揭穿了灵犀的阴谋。灵犀见势不妙，竟不惜释放禁术，召唤出堕兽首领，试图毁灭帝都，同归于尽。一时间，帝都上空乌云密布，堕兽的嘶吼声震耳欲聋，无数兽人陷入恐慌。我没有退缩，我打开系统空间，取出次元完美幼儿园，将其锚定在帝都中心。瞬间，一座恢宏壮丽的幼儿园拔地而起，生命之泉的泉水流淌而出，智慧古树的枝叶舒展，散发着强大的净化之力，将堕兽的浊气纷纷驱散。安抚之歌，日月之声，悠扬的歌声裹挟着血脉之力，不仅安抚了惊慌的兽人，更对堕兽产生了强大的克制作用。轩辕、斩绝等5大强者趁机出手，与堕兽展开激战。原本狂暴的堕兽在歌声的安抚下渐渐温顺，最终被彻底净化。
灵犀剑阴谋彻底败露，尽数反噬自身，浑身经脉寸断，最终倒在地上，被兽人擒获。公主灵柔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终于幡然醒悟。她主动交出皇室权力，向我忏悔，请求原谅，并自愿前往边境守护兽氏的安宁。危机解除后，兽氏各族齐聚帝都，一致推举我为兽神。雷炎看着成为兽神的我，心中的悔恨达到了顶峰。他试图向我忏悔，请求原谅，却被我平静拒绝。过去的恩怨我已放下，但我们之间从来都没有可能。你该明白，兽氏的强大从来不是欺压弱者，而是守护所爱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，我坐在智慧古树的枝桠上，看着院子里嬉笑打闹的幼崽们，看着身边笑意温柔的爱人，身后的九尾轻轻晃动，眼底满是温柔与满足。系统的机械音在脑海中响起，带着从未有过的温和。恭喜宿主完成终极任务，成为兽氏唯一兽神，兽氏所有幼崽的守护者。我低头看着朝我张开双臂跑来的幼崽们，笑着纵身跃下，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里。我的故事还在继续，而兽氏的春天才刚刚到来。